錢，因此大家要小心哦，千萬不要把不要的丟在飯店。長、寬、高，任何一個邊只要超過30公分就不能丟了哎，所以各位鄉民們都不能進去垃圾桶。你真的很熟。Your Japan starts here. Let's go JP.com。皆さん、もうかれまか。大家好，我是乐出过日本的吉田社長。大家好，我是明明，歡迎來到我們的新單元 Why Japan？ 為什麼日本系列？社長好久不見，最近很忙吧？久違了。大家還記得我嗎？日本的這些文化我真的搞不懂，想聽日本人聊聊日本文化是如何形成，台日文化的差異又有哪些？請追蹤吉田社長 Japan TV， 鎖定 Why Japan Why 日本系列 ，Let's go！ 喜歡日本旅遊，愛吃日本美食，想看觀光列車與四季美景，快訂閱我們！記得開小鈴鐺，接收所有通知，才不會錯過新影片。你們有沒有來日本玩的時候，發現走在路上到處都看不到垃圾桶，吃東西、喝飲料，手上拿着一堆垃圾，沒有地方丟。遇到這種窘境，到底該怎麼辦呢？今天這一集，我們就要來請教日本人的吉田社長，到底為什麼日本的街道上那麼少垃圾桶，而且街道還可以維持得很乾淨？今天就聊聊這個大家都好奇的問題。社長，我以前當一個觀光客來日本玩的時候，我真的會因為找不到垃圾桶超級焦慮啊！是，因為我很愛喝拿鐵。就是拿鐵是我的神之水。是哪裡買的？星巴克嗎？星巴克也會喝，尤其是日本很多那種期間限定的各式各樣的口味啊，期間限定。對，加上日本還有很多獨立品牌的咖啡廳，我經過一定都會買一杯，每次手上都拿着那個杯子，然後沒有地方丟。那再去逛街，尤其是服飾店啊什麼的，就會覺得很不好意思，就是感覺一直拿着一個垃圾，然後完全找不到地方丟。社長有這樣的經驗嗎？因為我是在日本長大的日本人吧，所以我已經習慣這種什麼日本的文化。新幹線的主要車站的話，可能有垃圾桶，但是什麼地鐵啊一些什麼 JR 的車站裡面應該都沒有垃圾桶吧？真的沒有。所以我每次從國內出差回到家的時候，我口袋裡面都是什麼收據啊這個我昨天晚上我自己付錢是這樣子。其實我現在已經慢慢適應這件事了，所以呢，我自己出差都會背着一個大厚背包嘛。然後我現在呢，只要產生了任何垃圾，我就會習慣往那個背包丟。所以就被富米講說，就是我都會背着垃圾一整天。那你們只能到便利商店的時候，你們包包裡面的垃圾丟進去就。便利商店有的時候也沒有垃圾桶現在越來越少了。現在越來越少，有的時候只會讓你丟保特瓶或是罐類，然後可燃垃圾基本上都是不能丟的，所以我都會帶回旅館才丟。而且那個到便利商店丟的東西的時候，什麼都沒有買的話，感覺有點尷尬。真的，社長真的不愧是日本人因為我現在也慢慢習慣日本文化，然後我也可以感受到，就是日本人如果去便利商店丟垃圾，但沒有消費的話，會覺得很尷尬，所以我就會再買一個東西。然後這個東西又變新的垃圾，然後垃圾就還是一樣多，無限增長。那社長可以分享一下，為什麼日本會有這個沒有垃圾桶的文化？這個主要原因果然還是什麼1995年發生的東京地鐵殺人事件。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我是小6。對，我那時候2歲，感受到了年齡的差距。那個事件就是1995年3月發生。是剛好是我畢業典禮結束的當天發生的。一個恐怖分子是什麼邪教吧，鎖定日本東京的主要地鐵路線，例如丸の内線、千代田線、日比谷線，把毒物放到垃圾桶裡。那個事件令全日本震驚了。所以從那個事件發生以後，日本各地的公共垃圾桶都撤除了。哇，那真的應該很嚴重那個時候，因為像是丸之內線啊，其實沿路有很多很重要的站，是的，還有像是一些政府機關都在霞之關，然後東京車站也在那條線。東京殺人事件發生的那一年是這個1月就發生了阪神大地震，日本的氣氛都非常的沉重，所以從1995年那一年起，日本街上的垃圾桶都變少了，這是在其中之一的一個原因。其他還有什麼原因？應該也是可以說是日本文化吧，
因為日本人很少在外面吃喝，沒有台灣人那麼喜歡在外面吃喝吧。的確是，日本比較沒有邊走邊吃的這個文化。應該只有祭典的時候，有可能會在外面吃喝。我個人也不太喜歡在外面吃，邊走邊吃。對，所以這個也可能可以說是日本路上的垃圾桶比較少的原因之一吧。社長，那啤酒呢？會在路上邊走邊吃？啤酒是例外吧，就是在不管是外面還是裡面都可以欣賞。訂閱我們的頻道，開啟小鈴鐺，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遊影片通知哦。那我很好奇，為什麼日本沒有垃圾桶？可是為什麼街道上還可以這麼乾淨呢？垃圾分類也應該原因的其中之一吧。所以日本垃圾的話有什麼分類呢？是可燃、不可燃、保特瓶之類的。應該台灣也有像日本一樣的這種分類規則吧？沒有嗎？台灣沒有日本那麼嚴格。可是我覺得好像沒有日本分的那麼細，因為台灣就是分一般垃圾，然後廚餘，然後塑膠類，應該主要就是這幾。主要是3種嘛。OK。而且因為日本的分類規則跟台灣感覺不太一樣，像是台灣那種很細的薄薄的塑膠，那些也都是要回收的。可是日本好像一些比较，比如說包裝的那些膜啊，那些会直接丢可燃垃圾。那我剛來日本的時候，也真的覺得分類垃圾這件事讓我壓力很大，因為尤其是牛奶盒還要剪開，然後曬乾，然後再拿去資源回收。而且因為日本的垃圾是按照每個星期不同的天來收的吧？所以你通常在日本的時候，常常遵守那一些規則嗎？有我真的很遵守。一開始都會寫一個表，然後貼在門口，就是提醒我說禮拜2、禮拜4、禮拜6是可燃，禮拜3是不可燃，然後每個月的第2個禮拜5是塑膠的。是嗎？我自己完蛋了，我不確定。如果你有機會去那個新宿那邊，早上的新宿那邊，應該有很多什麼垃圾袋的放在路上。真的假的？所以我想說，不一定所有日本人遵守那些垃圾分類的規則。而且尤其是我們常常出差，就是一整個禮拜都不在，禮拜3完全沒有辦法丟那些回收的垃圾。一個禮拜？一個禮拜。那你怎麼辦呢？我就會留一大堆保特瓶到下一個禮拜，下個禮拜，然後就家裡有一座保特瓶山，一大堆札幌啤酒的。沒有，那是社長家，我家沒有。所以垃圾分類雖然是看似小事，但是日本肯定的確有社會默契啊。的確是，但對於旅客來說，我覺得這種默契就會蠻難的。像是我很多親朋好友要來日本旅遊的時候，都會隨手拍他們的垃圾，然後傳給我看，然後問我說：“請問這個我要丟在哪裡？”但每次收到的時候，就會覺得也還蠻感動的啦，因為台灣人真的也是很注重垃圾該怎麼處理，然後環保回收的這一塊。那這邊也想要對觀眾進行提問：你們覺得日本沒有垃圾桶這樣子的默契，對整個社會來說是好的，還是會讓人更有壓力呢？記得留言告訴我們哦。那像我們常常在外面拍攝啊，或是出差旅行。有的時候真的非常的困擾，因為手上都感覺被垃圾占滿了，要拿保特瓶或是要拿塑膠袋，沒有地方可以丟，那這樣也沒有辦法好好的觀光，沒有辦法好好的享受美景或是購物。這種時候，通常日本人會怎麼辦呢？想要請問社長，規模較大的城市的話，我直接到公共廁所吧，洗手間裡面有垃圾桶，所以直接把它丟進去。要看垃圾的大小吧，比較大的箱子的話，會感覺有點尷尬。但是這是小小的垃圾的話，我乾脆把它扔掉。但說到這個大的箱子啊，其實日本還有一種垃圾的分類，叫做粗大垃圾。手大一點。就是指大型垃圾的意思。而且呢，日本對於這個粗大垃圾的規定非常非常的嚴格。它是指長、寬、高任何一個邊，只要超過30公分就不能丟了。我真的很嚴格吧？所以各位鄉民們都不能進去垃圾桶。你真的很熟，你真的那麼熟。對，所以每一次我處理那些冰箱之類的垃圾，我直接到了什麼東京漢字買這種那個貼紙。把它貼上那個冰箱上面，台灣也是一樣吧？台灣好像不用付錢呢。如果真的要，真的，台灣不用付錢，但是你要打電話聯絡人家來收。就例如說像是要丟衣櫃啊，或是那種全身鏡啊、床啊、床墊啊這種比較大的，就要打電話請專門的人來收，但是不用另外付費。
哦，那些電視、冰箱之類那些電器用品的話，都可以聯絡他們回收。所以免費回收。免費回收。哇，すごいね。超好的。所以我來到日本之後想說，我連丟垃圾都要花錢。我覺得這個想法也會促進我，就是盡量不要產生那麼多的垃圾。所以這也有可能是日本垃圾比較少的原因之一。但是呢，說到這個大型垃圾，我在這邊要提醒大家，就是呢，很多人會喜歡把舊的行李箱帶來日本旅遊，然後換一個新的，再把舊的行李箱丟在飯店。這個行為是不行 NG 的哦。其實這個問題真的很嚴重，因為它甚至有登上日本的新聞。可能各個國家對於丟垃圾的概念不太一樣，所以呢，有一些人認為丟在飯店是可以請飯店代為處理的。但是像剛剛社長提到了，在日本丟大型垃圾其實都是要收費的。因此大家要小心哦，千萬不要把不要的行李箱丟在飯店，因為這會讓飯店人員非常。因為我們日本人到台灣旅遊觀光的時候，絕對不會丟那些行李箱。我現在想起來，這個我們那個公司裡面也有沒有人使用的電視，一直放在那個會議室那邊啊。這該怎麼辦呀？那個不是社長家帶來的電視嗎？那就是社長家的。バレました。對，2、3年都放在那邊了。太久了吧？那我給你付錢，所以你幫我處理那個電視。結果是我要丟嗎？好，那跟社長聊到現在呢，我發現一件事，就是日本的街道上很少垃圾桶這件事，我覺得它可以說是日本人民族性的延伸呢。它其實沒有一個明文的規定說不能在街上丟垃圾，而且日本的電車也不像台灣的捷運那麼嚴格，不能吃喝東西。所以呢，這其實都是大家出自於內心的一種默契吧。我覺得可以這麼說，就是沒有人強制規範他們，可是大家都因為不想要造成別人的麻煩，所以呢，共同努力維持環境的乾淨。的確，日本社會的確有默契，然後我們很重視乾淨吧。雖然澀谷新宿那邊的街道上都亂七八糟，所以那可以說是我們日本人的互相默契吧。思いやり，思いやり。勉強になりました。好，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了這個日本垃圾桶的主題，大家下次來日本玩的時候呢，也可以參考我們今天分享的小知識。那也可以在包包裡面自己準備一個小小的垃圾袋，如果有隨身的飲料罐啊，或是小垃圾的話，就可以把它自己帶回去，帶到飯店再丟。那也可以像我一樣，直接把後背包當成垃圾桶，也是沒問題的哦。所以咪咪桑這個系列可能會繼續嗎？應該會繼續吧。我最後可以說一個小小的借口嗎？請說。我剛剛的是今天我不能用日語講話，因為我很久沒有去台灣出差，所以我的中文也越來越退步。而且上班在東京辦公室的台灣員工們日語很標準，很好，非常好，有時候比我標準很多。哪有？沒有。所以我真的我的中文越來越退步，ごめんなさい，すみません。不會，那社長我們就透過這個系列好好的幫社長做中文復健。您覺得如何？所以可能繼續這個系列嗎？大家想繼續看嗎？想繼續看的話，留言告訴我們說想看吉田社長說中文，請給我們留言哦，等你們的留言。所以現在可以去喝酒了嗎？社長已經想下班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吉田社長。我作為新人歌手出道啦，現在已經發布了《Sushi Party》、《Osaka Explorer》、《Timeless Kyoto》3首歌曲。接下來也會繼續制作更多日本47都道府縣的歌曲。想看更多精彩 MV， 接收更多日本旅遊資訊，請訂閱吉田社長 Japan TV， 多多支持我們哦。大家好，行きましょうか。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，請幫我按讚、訂閱，然後開啟小鈴鐺哦，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那我們就下期再見，拜拜。